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吞食工作室的玛丽。吞食工作室 SNK 授权的拳皇玛丽。吞食工作室上一款我记得出的是霸王丸，也是 SNK 授权的。那一款产品呢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的，箱子特别大，而且1200的价格，我觉得真的是诚意满满，做的也是非常不错，真的是非常不错。那款霸王丸，如果没看过这个视频的话，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，真的很不错，可以感受一下，好吧？关于拳皇呢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家里面也有摇杆，然后咱们现在直接拆箱。包装锋徽的正面、侧方、后方，包装锋徽的上下两侧都是写着拳皇97。包装盒两边依然有吞食工作室的品牌 logo。咱们打开，8月份还是9月份了，好像是要出橘右京的官方图片，到时候咱们看一看啊，那款橘右京，据说呀，橘右京做的很不错，就是那个咳嗽，然后一帮女的跟着他那个产品的工作人员的介绍。打开。右面那颗头条我觉得更不错，2层的布局。接下来咱们把所有内容物取出来展示一下。好，这就是吞食玛丽的第一层的布局，第二层的布局。第一层的布局，玛丽一共是有2个头雕。好，这些就是玛丽的所有内容物。它的配件呢有一个头雕，一个金属的蛇形软管支架，然后包括附送的3对手型，其中有1对是不规则的手型，然后还有一个绿色的夹克。这个地台呢，给大家看一眼，地台上方刻画的类似于街头石块的感觉，类似于这种塑料的这种质感。上方刻画了一个 F， 下面写了一个布鲁玛丽，下方有4个品牌的特写。前方这个布鲁玛丽呢，它是一个金属的名牌，跟大家说一声，我还特意用舌头舔了一下玛丽的夹克。这个夹克的质感呢还可以，尤其是拉锁的地方。其实看这种夹克呢，你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拉锁质量什么样，就能感觉这个品控啊差不多头料的，螺纹的袖口带一定的弹力，可以比较还原，类似于羊羔绒的领子。两侧的兜呢，它是打不开的。衣服下方也同样有点弹力。蛇形软管支架我就不再介绍了，它就是一个金属的蛇形软管支架，把它拧上就行了，很简单。一对开掌的手型，一对半抓握的手型，还有一张 P 的手型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手型吗？懂事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什么手型。咱们看一看玛丽的主体。有保护的塑料拿出来，我相信你们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头雕。咱们看一看这个头雕，这颗头雕跟你心目中的玛丽有没有符合的地方？这颗玛丽的头雕我觉得刻画的还不错，正常的观感就是这样的一个头雕样式。然后上方的头发呢，它是一个胶发，软胶的材质，黄色的头雕。这颗玛丽的头雕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上半身是一个红色的小上衣，后面连体的，就是我这个素体啊有点脏，不过这个没问题，后期呢处理。肚脐也是有一点点刻画的，腰带是一个皮革的材质，然后上方这个扣呢，它是一个金属的材质，然后下方还有一个腰带。这个腰带呢，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，经常它会像一个呼啦圈似的在这挎，然后2侧五角星的图案。这个五角星的图案让我想起了这个《饿狼传说》里面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个大招还带翅膀的，带那个怒气的那种。忘了叫什么了，两侧都是有的。手腕处呢，它做了一个分体式的，然后上方呢它是可以移动的，手型是单独独立的，下方还刻画了一个金色的边儿。它采用了 TP-Link 的这个素体 ，TP-Link 的素体呢一体性是非常不错的。脚型下方呢做了一个分体的连接的方式，它为了这个活动，整体是一个 PVC 的材质混合的胶件。鞋底下方的纹理。接下来是它的另一颗头雕，把它打开，给大家看一眼这颗头雕。这颗头雕呢，正方看是这样的一个效果，你在视频里面看不出来那种效果，你拿到实物就知道了。这颗头雕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，眼睛是往我们右侧看的，所以这颗头雕我感觉比之前那颗头雕呢要有气势。正常的距离是这样，然后侧方瞅的话更好看一些。好，这2颗头雕的对比，好吧，我相信你们特别想看这个头雕的对比。左边的头雕呢是更符合游戏里面玛丽的样子，然后右侧的这颗头雕呢，我觉得更像这种有点类似于这种真人版本的这种玛丽的感觉。个人的一个观点啊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说的是不是跟你观点差不多呢？它其实这2个风格呢真的是不一样，左边更加的卡通一些，更加的还原这个游戏里面的样子。右面这颗头雕呢，我觉得有点像
漫画里面的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两个头雕呢风格确实是不一样。你们更喜欢左面这个头雕呢，还是更喜欢右面这个头雕呢？喜欢左面的打个1，喜欢右面的打个2，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头雕。当然你拿到手之后呢，也可以把它另一个头雕自立一个样子。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往18号这上面想呢？人造人18号是有点这个像哈，有点。好吧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把这一款呢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布鲁玛丽是游戏拳皇系列的人物角色，出生在美国，格斗流派为擒拿术，首次出现在 KOF 97里，与山崎龙二和棍王比利组为一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杂志上进行人气投票的时候，玛丽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，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在 KOF 97的登场。负责玛丽的服装设计人员非常喜欢饿狼3中的样子，所以 KOF 中一直沿用的也是这一套衣服。这款 SNK 授权吞食工作室的布鲁玛丽有2颗头雕的选择，这对于喜欢这个角色的玩家来说呢，简直就是狂喜啊！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嘴，吞食之前出过的霸王丸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也做了详细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翻阅之前欣赏一下。至于头雕的喜好程度，还是要看大家自己。其他方面呢，我觉得都不错。如果你硬要我去挑可以加强的地方，一个是少了一只小狗狗，就是布鲁玛丽赢的时候出现的那只小狗狗，然后他去抚摸它。另外仔细看，就是头雕有一部分的瑕疵，我不知道是我中奖了还是大家的通病，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其他方面呢，基本都达到了我满意的点。哦，对了，无有益友说这上面2个球啊还是有点小，不像游戏里面那么颤颤悠悠。老色皮的本质暴露的一览无遗啊！据我所知，下款出货的很可能是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人气女角色。那么不知火舞还会远吗？想看到最真实、最不专业的开箱分享，就关注5个分享吧。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小伙伴们记得为这个视频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分享。我们下期颤颤悠悠的不知火舞，不见不散。